大家好，这里是 Jeffrey Tech。苹果在今年发布了全新 iPhone 16系列之后，不少人发现，曾经苹果首发加价、一机难求的时代已经彻底过去了。摩根士丹利在近日发布了关于 iPhone 16的销量分析，指出今年的 iPhone 16基础版销量已经远不如去年的 iPhone 15基础版。从官网的平均发货时间来看， iPhone 15基础版美国市场平均发货时间为 25.7 天，而 iPhone 16基础版发货时间只要 15.2 天。而且 iPhone 16和16 Plus 这两款基础版机型，虽然线上下单依然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到货，但店内显示货源充足，如果有条件可以直接去店内取货。这在之前是非常罕见的。新款 iPhone 一般缺货会持续大概1个月时间，店里基本也都是展示体验，一般前几周都不可能会有现货提供。其实除了 iPhone 16基础版， iPhone 16 Pro 版本今年也好不到哪里去。往年 iPhone 的 Pro 或者 Max 机型都能在首发前几天加价出售的，而今年 Pro 版本原价现货都没多少人买。其实从产品力来看， iPhone 16基础版的升级比以往是要大的，用上了同款 A18 处理器，罕见的 8GB 运行内存，多功能拍摄按键也同步搭载上了。但苹果为了区别于 Pro 的配置，至今还没有给基础版 iPhone 16加上高刷屏幕。如今在这个价位内，基本找不到一台还是60赫兹屏幕的智能手机。就目前这种情况来看，未来苹果想要有销量，似乎还是第三方降价这种老套路了。这招在 iPhone 15系列上就非常有效。想想去年的 iPhone 15系列第三方跳水有多夸张，今年 iPhone 16系列怕会更加夸张了。iPhone 16系列首发日，不少人已拿到了新款 iPhone 手机。然而没想到的是，今年16 Pro 首发就有 LG 屏了，有网友买的 1TB 16 Pro Max 都碰到了 LG 屏，都给气炸了。看了下，今年 LG 屏可真不少，和三星大概各占一半，可真是一视同仁。LG 屏和三星屏的区别在白平衡的显示中，三星面板就表现得要比 LG 好很多，特别是在显示白背景时，比如在显示 Word 文档和 PPT 演示中，三星面板看上去要更干净、更白，而 LG 则会有一定的颜色色差，显示暗灰色，所以在以文档演示为主的场合，建议用户还是选择三星面板，这样在后期的使用中色差会更小，视觉干扰也更低。黑色画面显示中， LG 在显示黑色图像时，整个的背光灯是关掉的，而三星则是通过3原色来呈现出黑色，所以在显示黑色背景时，二者就会有明显的差别。通过对比可以看出， LG 液晶拼接屏的黑色效果要好于三星。苹果自从13 Pro Max 之后，对手机的屏幕就采用了三星和 LG 的屏幕混用，但是很多果粉对苹果的这一做法表示不解。大家认为三星的屏幕是业界最好的，是手机屏幕界的天花板，对于花同样的价格却买到稍差点的 LG 屏幕，普遍认为不公平，纷纷声讨苹果公司。屏幕对比测试对三星和 LG 的屏幕进行斜视和正视角度观看的对比测试，发现不同型号的屏幕显示效果略有差异。我们还可以通过查看屏幕的代码或编号，区分出是 LG 还是三星屏幕。另外，还可以通过连接电脑并使用相关软件查看验机报告，在报告中的液晶显示屏出厂之中查看屏幕厂商，如 G9N、G9Q、G9P 为三星屏， GVC、GH 为 LG 屏。不过苹果对屏幕的挑选非常严格， LG 和三星都是知名电子公司，他们的屏幕产品在质量和显示效果上相差不大，屏幕质量均经过严格筛选，对于日常使用影响不大。发布会上介绍了 iPhone 16系列将会配备抗反射镜头涂膜，还将这项功能作为卖点放在苹果官网上。就在 iPhone 16系列开卖后几天，有眼尖的果粉发现，苹果将16 Pro Max 等机型所描述的抗反射涂膜给偷偷删除了。苹果对外也没有任何解释，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苹果这波骚操作直接把我彻底看傻了。首先要明白16 Pro Max 所配备的抗反射涂膜到底是什么技术，为什么会在宣传后又删除呢？其实这还要从好几年前说起。当时苹果手机拍摄夜景或强曝光场景的时候，照片会出现鬼影、眩光等画面，而过去几年苹果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迟迟没有彻底改善，即便是通过 iOS 升级还是没有太大的效果。因此可以看到今年苹果发布会上介绍16 Pro Max 加入这项新技术，可以减少眩光的场景，但实际效果令人很失望。网友们纷纷吐槽16 Pro Max 拍摄出来的照片还是有大量的眩光，导致体验非常不好。还有网友直接将16 Pro Max 与其他手机进行对比，差距是肉眼可见。这不仅说明苹果手机在挤牙膏，
而且技术确实没有过关，就算加入新技术，也没有彻底改善，因此大家对于 iPhone 16 Pro Max 非常失望。Jeffrey 则认为，苹果手机应该是为 iPhone 16 Pro Max 加了抗反射涂层，否则也不敢在官网和发布会上介绍。只不过这项新技术没啥用，也就是说技术还不够成熟，苹果无法完全掌握减少拍摄眩光的问题，而且 iPhone 16 Pro Max 还卖那么贵，因此引起果粉的不满。苹果应该也意识到这一点，索性将官网对于 iPhone 16 Pro Max 抗反射涂层的介绍删除，避免被果粉认为是虚假宣传。那么，苹果手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主要是因为拍摄的时候，光线在镜头多次反射，导致眩光出现，而抗反射涂层膜类似隐形眼镜，覆盖在镜头表面，这样减少光线反射，提升透光率，拍摄出来的照片更加清晰干净。所以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苹果为何要删除 iPhone 16系列的抗反射涂层相关介绍。要知道，苹果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了。之前苹果发布的 iPad Air 6所配备的 M2 芯片，官网介绍有10核心 GPU， 但被网友测试后发现，性能其实只有9核心 GPU 差不多。苹果在此事发生1周后，偷偷把官网的10核心 GPU 改成9核心 GPU， 同样没有做任何解释，可见苹果其实还是心知肚明，有些技术确实不够成熟，还不如不宣传。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在你看来 ，iPhone 16系列热度不如往年的原因还有哪些呢？欢迎与我们交流互动。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请订阅关注 Jeffrey Tech。我们下期再见。